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刚刚更新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更新了什么东西。首先就是登录界面呢，就换成了孙武跟孙武 P 的画面。那如果是手机版的话，可能一开始你看到还是阿卡琉斯跟赫克托尔，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登录游戏。登录了游戏之后，再重新登录，就会看到这个孙武跟孙武 P 的画面。因为手机版需要加载嘛，然后电脑版就可以直接下载新的版本。那我们开始新的游戏。那进入到登录界面的时候，会多出了两个东西，首先就是网络的检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切换账号，但是你们要注意看它这个切换账号出现的时间呢。我的加载已经跑到差不多74%到77%之间的时候，它才出现了那个登录的画面。就是说，如果你是手机跟电脑刚好在登录同一个角色的话，可能其中一方会被弹出，还是会跳出去的。你电脑那边会自动跟你说，哦，有人已经登录了这个账号，会强制你去下线这样子，所以它那个情况其实还没有改变啦，它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马上在这里切换你的账号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绑定很多个账号在同一个邮箱啦，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切换。但是如果你是说弹出的问题啊，可能另外一个人会被弹走啊，那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依旧还是存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网络检查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重新登录游戏，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网络的检查，它会帮你诊断你的网络是否是正常的，因为有时候玩家就不太确定，到底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游戏的问题啊，是不是自己的网络有问题之类的。但是我现在测试的时候是不会再跑了，刚刚我测试的时候是会跑的，但可能是等你的游戏真的卡着的时候，它才会帮你去诊断啊。因为我现在网络是正常的，所以它诊断不出来，没有办法去跟客服那边讲我的游戏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期待报告的部分啦。如果你是之前的报告的话，它是不会显示这个画面的，你必须要去打一份新的报告。那我们这边找一些野蛮人来打一下好了。OK， 那么这个就是新的报告，你们可以点开战况统计，点开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统帅他的技能是释放了多少次。就好像我的主动技能只是释放了4次之后就把对方给打败了，对方只有释放2次，他只有一个技能而已。然后这边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天赋，你们必须要点开来查看才知道哦，这个是拿来提升什么东西的。像它星级速度提升的次数只有1次而已，然后这个触发了8次之后，就是使目标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星级速度降低15%，有这样子的效果出来。最主要还是要看它的技能释放多少次，像这边司机的话，它这2个技能都是没有释放的，但是它没有释放不代表它没有在激活，因为它这个技能呢本身就是原本就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在入场的时候就已经触发了，所以他这边是写乘以0，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啦。并且他这边报告呢还可以再点击啊，你可以往后再查看了，就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护盾有没有触发，怒气提升了多少。怒气的话应该天赋会有吧，但是这边没有触发到，可能是刚好没有触发到，因为再加上这个野蛮人被我打得太快了。然后恢复的话就是看你的治疗有多少，像武田信玄他就触发了48次，所以治疗了4000的部队，还有他的击杀打了多少的部队，这样子全部都可以查看。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因为至少他这个列表是比起之前我手动这样子一个一个去测试还要方便很多。而且你们要看到之前我测试的时候，哇，还要写数值啊，然后还要记录每个回合它是什么时候触发的。当然那个是之前真德的技能测试啦啊，可以看到以前议员是很勤劳的，现在议员越来越懒惰了，不做这种东西了。不做数据了。所以这个增加无需质疑呢，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啦，尤其是你要看那种什么怒气恢复啊、击杀多少啊，还有你的治疗多少之类的。看好像最近比较多玩家在边讨论着阿卡琉斯跟江汉战谁应该要做主将副将的问题啊，你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江汉战做主将跟江汉战做副将的时候，他那个治疗差别有多少，这样子的测试我是觉得还蛮好的。那当然呢，除了增加这个战况统计之外，你们可以在战斗日志这边去搜索，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使用的是简体版本嘛，那假设说如果我写英文的话，会不会搜索出来？就比方说我这边打怒气好了，它会显示出来吗？是不会的。
那如果我是写中文怒气呢，看能不能搜索出来，也是没有办法搜索出来啊。难道我要搜索一个技能的名称吗？ OK， 我搜索技能的名称的时候就可以搜索到出来，这边就说它在这里触发了，然后下一个触发点呢就是在第2回合、第3回合、第4回合的显示出来触发了多少次。那如果我是搜索其他东西呢，就比方说减速好了。OK， 如果我是搜索减速的话，其实也是会显示出来的，就是你要搜索的那个东西呢，是要符合在报告里面真的有出现到的东西，它才会出现。如果是搜索统帅的名字呢，哇，我搜索统帅名字也是可以的。搜索统帅名字就出现很多个，700多个，你要搜索到什么时候？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去搜索技能的名字啊，或者是你要找一些关键字会比较好一点。像我这边可以搜索它恢复了多少的兵力，就出现了14个词条，恢复了多少。再来就是城市主题啊，这个开销的费用呢，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你们要到槟榔的皮肤的话，就必须要消耗50万美金，然后每一年必须要维持2万的开销。如果你要那个凤凰皮肤的话，就是30万美金，每年持续1.2万的开销。接下来第3、第2、第1也是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槟榔皮肤，之前介绍过了，这个就是凤凰皮肤。接下来第3个，这个就是可以返还你的英灵殿还有战魂余息5%的部队。那看中间这个图样呢，应该就是美瑟莎，但是它这边上面又有个天马座，传说天马座是从美瑟莎从英雄霍尔修斯割下来的头颅血泊中诞生的，所以它才会这样子去设计。我觉得还有蛮多意思的，这个设计还可以啊，但是下面设计就是一成不变了。至于这个 T2 的皮肤就比较单调一点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啊，就是上面出了一个安卡的一个图案而已。那安卡的图案呢，在埃及之中就象征生命、永生、健康、王权、神圣的保护力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城市主题它可以提升20%的行进速度啦，持续5分钟，但是跟我昨天讲的影片有一点出入啊，因为我是讲到进入战斗或者是城市或据点后就会失效，我还以为是重新生效这样子。最后一个就是 T1 的城市皮肤啊，这个就是伤害减免2%，这个就比较单调一点。当然除了看刚刚那几个皮肤之外，还有包括这一次活动的皮肤，这个就是金蟾蜍，这个在昨天我就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就有象征着招财还有驱邪的效果，据说还有安康的效果也有。因为差不多要到农历新年了嘛，所以官方就推出了农历新年的活动，也是推出了这个跟新年有关系的城市主题。我它这个是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5%跟采集速度提升5%啦。同时间还看到一个新增加的城市主题，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像亚瑟王的那个宝剑呢。然后这个城市主题呢是怎样获得？万国锦标赛限定城市主题，在万国锦标赛中击杀排名前200的玩家可以获得，所以我相信比较多玩家都是可以拿到。至于它那个效果的话，就是治疗速度提升3%，然后可以看到它那个剑是会发光啊。不过我觉得它那个发光的特效可以再弄大一点啊，明显一点啊。它那个剑的特效不是这么明显。当然，除了城市主题之外，还有增加了新的名牌。那这一次配合孙武的活动呢，就会出现这个棋盘的名牌，这个是围起来的啦。其实还有这个金镶玉如意，这个应该是新年活动的时候拿到的。头像框的话就有包括孙武的活动啊，这个大概率应该是免费拿到的啦。我是觉得这个头像框还可以啊，只是看起来比较朴素一点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这边用的是竹简，然后这边是围棋的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新年礼包可以拿到的，就是跟刚刚的名牌是一堆的，所以也是要花钱啦。就是一个玉如意，玉在中华文化里面呢是可以辟邪的啦，所以大致上是这么多关于主题方面的部分。至于统帅方面呢，我的界面上是还没有看到孙武 P 跟伊瓦尔的，但是我看到有一些玩家他们是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是什么原理啦。但是国服那边已经出现了，而且据国服的那个最强执政官
顺序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下个星期就可以用孙武了，就是他们速度会比我们快一点不过根据官方透露的影片跟内容来看呢，这一次孙武是可以通过活动拿到，所以相信国际服跟国服拿到的时间呢，不会相差太远我也希望可以在我的黄庭之前使用到孙武了。下一个就是军器淬炼功能，你们要怎样去淬炼呢？就是你点了一个你想要淬炼的军器，然后按强化，来到强化这边呢，就有包括铭刻、洗炼、转换跟淬炼。当然这个淬炼之前呢，你必须要拿到淬炼石了，淬炼石呢就只能通过失落之地里面、征服者之阵里面通过消耗征服币来获得，所以要获得的条件是很苛刻的。那什么情况下你才需要用到淬炼效果呢？就比方说像我这个军器这样子，全部都3%，你已经是没有打算要再去洗炼了，你只是想要把它的数值再提升的更高，你就用淬炼石把这边3%变成3.5%这样子慢慢去提升。但是一般玩家的话应该是消耗不起大多数应该是去拿专属铭文才对啦，因为我这边的专属铭文其实是已经足够了，你们可以看到是有多出来的都已经有7个部队，但我平时只是用6个部队而已。就是像这种玩家，他在这个部位上已经拿到很多专属铭文，他不想来再拿这个部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征服者之阵去买别的东西，就好像淬炼石来提升自己的军器，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跟官方投诉说你可不可以把那个专属铭文换成别的部位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之后征服者之阵那边可能会再更新其他东西啦，除了淬炼石，除了这个专属铭文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这样子。至于那个悬赏功能呢，我这边就拿到了国王的头衔感谢辣条，他给了我国王的位置，但是我是在联盟在王国那边全部都没有看到失落神庙这边也是完全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关于悬赏赏金的功能呢，这个应该是之后才推出吧，有一些王国他们先推出了，我这边是没有的，所以我演示不到给大家看呢。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拆除旗帜的那些功能就是你可以点击了之后就问你是不是要拆除这个旗帜，然后它会有一个倒数的时间等等。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昨天看了中文版的介绍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的东西公告里面有提到，但是在英文版里面是没有说到的。先说一下它这里所演示的悬赏功能这边还有说你必须要击杀多少等级的部队才可以但是它这边有一个选项是所有等级单位啦，所以相信它这个所有等级单位呢是有包括T1的部队在里面的，然后开放的时间悬赏的时间可不可以循环之类的全部都可以设置，要用什么类型的资源、数量、次数，这些全部都可以调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劫掠者的部分，就是它多了那个劫掠者搜索的功能，那你搜索了之后，你打的那个高级劫掠者其实是会掉落水晶的，但是这边并没有演示到它需要消耗多少的体力才可以把那个劫掠者给打下来。但我的疑问还是那句啦，我打劫掠者的时候，我触发 AOE 会不会刚好打到旁边的野蛮人，就是我能不能就是连续打下去，如果可以连续打下去的话，其实会比较值得一点，我可以同时完成劫掠者的任务之外，还可以拿到水晶，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并且除了这个劫掠者之外，还有包括劫掠者承载也是会掉落水晶了，还有包括之后的砸弹活动，你可以在1天之内直接砸弹180次，因为之前我们还要分成好几天，就有点麻烦了。除了砸弹之外，还有占卜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在1天之内直接完成150次了。至于剩下的更新，我们就只能等到活动推出的时候，又或者是要等进入 KVK 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呢？那除了国际服之外，也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国服。这个就是国服的界面了，你们可以看到孙武 P 是已经在这边了，我放大声音给你们听一下。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南之如阴，动如雷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然后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之前孙武的声音，两个差距有多大。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在君，君命有所不受。
可以显然感觉到这个紫色版本的孙武呢，就是老了很多。除了孙武之外，还有包括伊瓦尔也是出现了，然后有一些玩家就吐槽说，为什么他不是拿着拐杖，为什么他不是坐轮椅？因为传说中无骨者伊瓦尔呢，他是行动不便的一个统帅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要问我。这边就给大家听一下他的声音。Var varken förrädare eller desertör. Jag ska mala deras ryggkotor till pulver.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的声音跟这个朗纳尔的声音是很接近的，可能是父子关系啊，又可能是官方他们没有钱请其他的配音员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并且也是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万国会员赠送皮肤，我也想知道有哪一个有钱的玩家在我的观众圈里面。我们下个影片再见。